如果有人把垃圾丢给你，你就别客气，立马丢回去。我来讲讲很早以前的我，不懂得说 no， 不太会拒绝别人，尤其是那种过分又让人不舒服的请求。有时候被利用了，被当成了傻子，结果我还是反过来替对方考虑，他是不是也不容易呢？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从小到大，我对社交关系的情感需求特别强，我喜欢热闹，喜欢朋友，每天就想混在人堆里，有人说话，有人陪。但当这种需求被坏人发现了，就会变成了一个很好用的利用工具。你不好意思说 no， 人家就踩着你往上爬，能从你这里薅点什么就薅点什么。聊天的时候，你表达观点的时候，总有人在打断你说话，还故意忽略你说，不尊重你。明明不是你的错，一出问题就甩锅给你，你还真的在那里开始自我反省，是不是我处理的不够好呢？大家都这么想的话，那应该是我的问题吧。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呢，有些情绪真的没有必要忍，不是说你要变得咄咄逼人，谁都怼，但有些事情你不说清楚的话，别人就真的以为你好欺负。比如今天有人突然给你甩脸子，你一开始可能还想理解，他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呀？结果呢，下次他甩得更凶了，你以为你是在体谅他，其实你是在默默纵容他。放心甩吧，我不会生气的。还有那种所谓的开玩笑，听着就是不舒服的那一种开玩笑，你笑不出来，只有他自己觉得好笑，然后你还强撑着说哈哈我没事，但其实你完全可以说一句，你这话有点不合适吧？咱又不是玻璃心，但也不是随便谁说了句话都得陪着笑的那种体质啊。有些人一旦靠近你，你就开始累，你还死撑着要维系关系，其实你自己心里早就知道了，这段关系就是一双不合脚的鞋，早就磨脚了，你不舍得把鞋给丢了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怕鞋不开心。别骗自己说没事的，我可以的，没事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没事的，我也有问题呢。操，不想聊天就别聊，不想回消息就别回，不想见这个人就别见，去歇着吧。请你开始照顾自己的感受，有情绪的时候呢，别硬撑了。这个世界上值得你热情的人不多，而那些给你坏心情的人呢，他们只配贴你的冷屁股，他们值得你的冷漠。如果你不想继续强撑着，那就别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。你并不需要变得太善解人意，你需要变得恩怨分明，就像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。你杀了我的商队，我不跟你讲道理了，我直接屠城。当然了，咱们别学人家屠城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人让你不开心了的话，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，不给他好脸色。有人在教训你了，怼回去，你不想怼回去，那就直接站起来走人，一点面子都不用给。有人把坏心情丢给你了呢，坏心情就是垃圾，对方想转移他的坏心情，你别接，把垃圾给丢回去，甩他脸上。有人说话太冲，你转过身，两个眼睛瞪着他说，你这语气是想商量还是想吵架呢？你看他是躲开你的眼神呢，还是也直勾勾的盯着你看？如果背对着你躲开你的眼神，那你就赢了。我不是要你变得有攻击性，我是要你保护你自己的感受。你别等所有人都在踩你一脚之后才想起来问你自己疼不疼。你要是想活得舒服，你就得敢说，能说，愿意说。别人知道你的感受了，就知道你不是好拿捏的柿子。我以前遇到有人阴阳怪气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说，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，我就当做没听见吧。后来我碰到有人阴阳怪气呢，我先看看对方有没有比我高大，对方身边有没有团伙，要是没有的话，要是情况看起来比较安全，那我就放下手里的事情，会走到那个嘴贱的人面前，然后我直接说，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我听得不是很舒服，你最好别讲了，好吧？我真算比较客气的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工作的时候，有个小年轻的同事在仓库里开铲车嘛，就是有两把铲子那个东西铲货的，看起来很轻巧，实际上非常重，操作不当的话非常容易出意外。那仓库里面限速是5码，但是一般我们就默认15码 ，OK， 问题不大。但是那孙子在里面飙车一样，我们漂移。那你知道我们这中华儒家文化嘛？忍无可忍的话，从头再忍。很多次他差点撞到了别人，但没人说什么。那我也不是个刺头，他们不关心自己的死活，那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出头。但是那次差点撞到了我，你差点撞到了我，那我就不管老板是不是正好站在旁边了，我就走过去把他往死里骂了一顿。他妈的，他还跟我顶嘴。反正后来他学乖了，车开的也慢很多了。同事嘛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跟我说话也客气多了。其实我也很担心会不会打起来，好不容易找了个离家这么近的工作，我也怕丢了，都是想避免冲突的嘛。但是你一味的忍让冲突会找上门来的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生活中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，你不喜欢，你不要，请你 stop， 不要害怕会和人翻脸，你的感受永远比对方重要，并不是你有问题，是对方需要重新学下做人。不管是言语上的垃圾还是情绪上的垃圾，只要有人甩给你，你立马甩回去，一点苦别吃，一点委屈别受，我保证你从此会无比快乐。